面上，印度總人口世界第一，超過了14亿，每年几千万年輕人口在勞動力市場裡嗷嗷待哺，甚至還能豪邁地對外宣稱要給加拿大輸送6000萬年輕人。但實際上呢，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已經坐不住了，率先推出了一項讓人哭笑不得的生育激勵政策：只要你敢生第3胎、第4胎，政府立刻把2000到3000元人民幣的现金補貼直接拍在桌上。諷刺的是啥？就在幾十年前，這個邦還搞過相反的政策，生3個孩子以上，你連參選地方的選舉資格都沒有。提起印度很多人腦海第一反應就是14億多人口，年輕人多到泛濫。前陣子印度駐外高官在加拿大國家電視台的訪談節目裡，拋出一個驚世駭俗，能讓楓葉國全體集體腦溢血的宏偉構想。人家大言不慚的建議加拿大你們國土那麼大，資源那麼多，才區4000萬人口，簡直是暴殄天物嘛！我們印度大發慈悲，可以一次性向你們輸送6000萬年輕的小伙子，幫你們填補勞動力缺口，雙贏嘛！這消息一出加拿大網友瞬間炸了鍋，罵聲鋪天蓋地。大夥兒一算賬，好家伙，全家一共才4000萬人口，你一口氣塞過來6000萬，這哪是移民妥妥的孟買擴張計劃。提起越南呢，那是世界工廠新寵兒，工廠流水線燈火通明，源源不斷承接全球產業轉移， GDP 增速常年7%以上，一副欣欣向榮、人多力量大的模樣。但是今天少子化、老齡化這把歲月的殺豬刀，哐當一下直接砍向了印度跟越南。沒聽錯，這2個大家眼中的人滿為患的國家，現在集體慌了，已經急吼吼的下場要開啟瘋狂的催生大戲。我是白飯大招，歡迎來到老友記。以前咱們總以為催生低生育率、少子化，那是遠在東亞的日韓、北歐的福利社會才會得的富貴病。日韓兩國捲到頭皮發麻，瘋狂撒錢催生，結果呢，韓國生育率在0.78的深淵裡頭來回做仰臥起坐，哪怕砸了海量銀子，也僅勉強爬到0.94，堪稱把錢扔進太平洋，連個水花都聽不見的經典反面教材。然而時代變了，當時間來到2026年，2大傳統人口大戶越南跟印度集體慌了神兒。先看越南，過去靠着一波又一波年輕廉價勞動力，承接全球制造業產業轉移， GDP 增速一路狂飆，看着風光無限嘛。可結果呢，越南的第一部人口法直接火速上馬，把過去的計劃生育政策連根拔起，扔進了歷史的垃圾桶。不僅如此，政府還要把一次性生育補貼直接暴漲到506萬越南盾，不僅發錢，還帶頭搞起延長產假、買房住房優先等一連串大招，生怕年輕人不肯造人。再看印度，表面上印度總人口世界第一，超過了14億，每年幾千萬年輕人口在勞動力市場裡嗷嗷待哺，甚至還能豪邁地對外宣稱要給加拿大輸送6000萬年輕人。但實際上呢，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已經坐不住了，率先推出了一項讓人哭笑不得的生育激勵政策：只要你敢生第3胎、第4胎，政府立刻把2000到3000元人民幣的現金補貼直接拍在桌上。讽刺的是啥？就在幾十年前，這個邦還搞過相反的政策，生3個孩子以上，你連參選地方的選舉資格都沒有，嚴厲限制多生育。短短數年間，風向徹底調轉，現在反過來掏錢求百姓多生娃。此情此景是不是特別有戲劇感？曾經拼命少生，如今呢重金求生，世道輪回莫過於此。很多吃瓜群众第一眼看到新聞，一拍大腿，太好了，給錢，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重金砸下去老百姓肯定願意多生。但是呢，咱們看事情不能只看新聞標題，不能被表面热鬧迷惑。孙子兵法講過，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人口呢，就是一個國家最根本的兵源與國力。古代春秋戰國，越王勾踐戰敗以後，想要復國，第一件大事就是獎勵生育。女子呢17不嫁，男子20不娶，父母有罪。生男孩生女孩，國家賞賜酒肉糧食，靠着休養生息增值人口，才有後來的臥薪嘗膽，3000越甲可吞吳的底氣。古人早就看透，人口不是簡單的數字，它是国力的根基。但是古人同樣明白一個道理土賞不足以聚民，必安民而後人聚。只靠賞賜錢財，卻不能安頓百姓生計。光發紅包很難換來百姓心甘情願的生兒育女。放到今天的印度、越南身上，
這句話依舊字字珠璣。咱們先來看兩組看上去相互矛盾的現象。第一印度海外移民規模巨大，登記在冊海外印度裔已經達到3540萬，加拿大更是印度年輕人移民首選地，每年大批學生、勞工奔赴海外。先前加拿大印度官員更是放话能輸入6000萬印度年輕人。僑匯源源不斷地匯回國內，成為印度一筆重要的外匯收入。看上去年輕人泛濫，人多的用不完。可真相是啥？不是印度年輕人太多无处安放，而是本国經濟接不住這麼多年輕人。印度每年700-800萬年輕人湧入勞動力市场，但是制造業占比長期停滯，大量崗位集中在 IT 外包等少數精英賽道，80%以上勞動者處在非正規就業，工作不穩定，收入微薄，大量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本科青年失業率高居不下。國內沒有足夠的體面崗位，年輕人只能用腳投票，借錢舉債也要衝向加拿大、歐美謀生。這哪是富裕人口对外輸出，這分明是本土就業消化不動，勞動力向外洩洪出逃。一邊年輕人拼命往外跑，另一邊國內生育率悄悄跳水。印度全國总和生育率大概2.0，越南的1.93，国際上有一條生死線，總和生育率2.1，這是維持人口世代更替的基準線。低於這條線，長此以往，一代會比一代人口少，人口就逐步萎縮。兩個國家全部跌破這條警戒線。這裡還要糾正一個很多人的誤區現在印度、越南還沒有進入深度老齡化，老年人口占比不算高，年齡中位數不到30歲，依舊手握龐大的人口紅利，工業依舊不缺工人 ，GDP 增速7%以上，全世界都在吹捧越南制造、印度崛起，但是他們遭遇的是未富先少。提前預警未富先老的巨大危機。什麼叫未富先老？大白話說就是人先準備變老，錢包還沒掙夠。越南人均 GDP 大約5000美元，印度僅僅2800美元。對比歐美日韓，人家邁入老齡化門檻的時候人均 GDP 普遍2-3萬美元以上，家底厚實，社保養老金有充足的緩衝。而印越兩國現在是紅利窗口還在，但是生育警報已經拉響。等到10幾20年之後新生兒持續不足，勞動力池子快速收縮，老年群體規模暴漲，可是國家財富積累遠遠沒跟上。到那個時候養老金、醫療養老、財政壓力如泰山壓頂，好日子拿什麼去續？更扎心的是兩國生育率撕裂極其嚴重，貧富城鄉如同兩個世界。越南河內胡志明市大城市生育率已經跌到了1.4到1.6，跟很多發達國家處在同一水平。年輕人晚婚不婚，不願意生育，但是偏遠農村山區生育率還能維持2.08左右。印度更是兩極分化到離譜，南部經濟相對發達的各個邦生育率跌到了1.3到1.5，跟北歐差不多。北部落後的邦生育率還能高達2.7以上。城市受過教育、有體面工作的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願意生孩子都是偏遠地區，經濟條件薄弱。這種結構性撕裂是政策補貼很難抹平的鴻溝。說到這兒，有人會問，那政府發錢總該管用吧？越南把生育補貼提高到506萬越南盾，折合1300多人民幣。印度安德拉邦生3孩，一次性獎勵2100塊人民幣。乍一聽這筆錢放在當地普通工薪收入之下，確實算得上一筆不小的一次性現金。政策剛落地，安德拉邦3孩登記數量環比上漲12%，乍一看好像效果不錯。可幾個月過去，整體生育率紋絲不動，沒有實質性的反彈。這就像什麼？即使上市搞促銷，小部分人為了紅包過來登記，但是改變不了大多數家庭長期的生育決策。咱們拿韓國做個參照，韓國這些年砸下海量財政、育兒補貼、托育、假期全套拉滿，生育率從最低點的0.78掙扎回到0.94，看上去反彈了，但是依舊深陷生育深淵。距離2.1的更替線依舊遙不可及，連財大氣粗的韓國砸大錢只能做到微弱的回暖。那印度、越南這點補貼又能掀起多大的浪花？要知道，生育補貼給的是一次性紅包，養育孩子是長達18-20年的持續負債，兩者時間維度完全錯配。政府給你一筆幾千塊的一次性獎勵，孩子出生之後奶粉、醫療、教育、課外開銷、住房壓力，一年又一年持續砸向普通的家庭。越南官方調查，73%已婚老百姓直言，收入不足是阻礙生育的第一大原因。河內普通雙職工養育一個孩子就要吃掉家庭接近一半收入，
狹小住房還要跟長輩擠在一起。當地年輕人直言，補貼政策聽着挺好，但是這點錢不足以說服我再生一個孩子。越南大城市房價狂飆，普通上班族不吃不喝10幾年才勉強湊夠一套公寓。職場女性生育之後，普遍遭遇調崗、降薪、職場歧視，托育服務供給嚴重不足。雙職工家庭生孩子之後，帶娃就是無解難題。放到印度城市，局面大同小異。公立教育質量堪憂，私立教育開銷巨大。38%印度受訪者坦言想生，但是經濟條件不允許。2000多塊錢一次性獎勵，面對養大一個孩子幾十萬盧比的總開銷，就如同他們往恆河裡邊撒一把花瓣，象徵性遠大於實際作用。治平篇清代洪亮吉講過一段千古名言：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說大白話就是，太平盛世人口自然會增長，但是社會可以養活人的資源是有天花板的。古代講土地產出有限，現代社会就是住房、教育、就業、職場環境這些資源。古代王朝輕徭薄賦，安頓百姓生計，人口自然繁衍生息。如果賦稅沉重，百姓衣食難安，就算朝廷鼓勵生育，老百姓也生不起。這套道理穿越千年，放到今天印度、越南完全適用。生孩子不是買一包零食，不是看到紅包就下單。一個現代家庭要不要生孩子，是對未來20年家庭收入、住房壓力、教育成本、女性職場代價做的一整套理性權衡。補貼可以改變一小部分邊緣人群的選擇，但是很難逆轉整個社會少子化的大趨勢。很多媒體吹捧越南跟印度手握巨大人口紅利，承接全球產業轉移，未來會持續高增長。但是我們要清醒分辨，什麼叫真正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不是单纯的數字上人多，人口紅利等於足夠多的勞動人口加匹配的就業崗位加相对合格勞動力素質，三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是人多，但是沒有足夠多的工作崗位，大量年輕人失業，年輕人只能向外跑路，那不叫紅利，那叫人口負擔。今天越南、印度的高速增長，依靠的3樣東西：外貿出口、外資投資、城鎮化，外加廉價勞動力。短期之內人口紅利尚存，全球制造業還在持續往這邊轉移 ，GDP 數字光鮮亮麗，但是紅利不是無限提款機，它有保質期。世界銀行對越南發出過警告，越南留給自己調整老齡化的時間比很多發達國家更短，改革窗口期十分有限。如果生育率持續低迷，到本世紀中葉，越南60歲以上的人口将占到總人口的25%，勞動力規模大幅萎縮，制造業的核心優勢廉價勞動力會慢慢消失。到那個時候尷尬局面就會出現。過去幾十年靠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拉動經濟，但是勞動力池子收縮，同時老年人口膨脹，養老金、醫療社保財政開支暴漲，一邊賺錢的產業優勢減弱，一邊花錢的財政負擔暴漲，這就是未富先老最恐怖的地方。古人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天印越兩國政府恰恰看到了幾十年之後的隱患，才會趁着紅利窗口還沒關上，慌忙出台催生政策。但是只盯着多生孩子這一件事兒，其實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就算拼命鼓勵生育，新生兒長大成為合格勞動力，也要等10幾20年，遠水解不了近渴。那麼破局之路到底在哪兒？這兒不是簡單告訴大家多給錢就行，得把格局打開。荀子有言：民齊者強，民不齊者弱。國家強大不在於單純民眾數量多，而在於民眾的能力、民心。人口紅利終有落幕的時候，真正長久的出路是完成一場蛻變，從廉價人口紅利轉向人才紅利，從低端傳統制造業突圍至高新技術制造業。生育支配只是配套，社會經濟轉型升級才是根本解。我把解決方案拆成4層，層層遞進。第一層，生育支持只能做基礎配套，不能當成萬能解藥。第二層，穩住經濟底盤，不能永遠躺平廉價勞動力。第三層，大力投資教育，把海量普通人口轉化為人才紅利。第四層，提前布局社會保障體系，為老齡化提前築牆，趁着現在財政還有增長空間，完善養老醫療社保體系，不要等着大批人變老才慌忙的臨時救火。所以家人們，聊到這兒，咱們再回頭看印度跟越南，你會突然發現，這根本不是一場催生大戲，而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人口戰爭。今天的印度依然擁有龐大的年輕人口，今天的越南依然站在全球產業轉移的風口。
他們現在最不缺的就是人。可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人多不等於人年輕，人年輕不等於有工作，有人工作也不等於能創造足夠的財富。這4個人看起來只差幾個字兒，背後卻隔着整整一個國家的發展邏輯。所以印度今天一邊有人畅想加拿大缺人，我們這兒年輕人多得很；另一邊呢，國內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同志們，第3胎、第4胎要不要考慮一下？這聽起來荒誕，實際上恰恰說明人口紅利從來不是一座永遠不會枯竭的金礦，它更像一塊冰。年輕人口多的時候，你覺得它堅不可摧，可是歲月一天天過去，太陽一天天升起，你突然有一天低頭一看，冰山已經開始融化了。而人口問題最殘酷的地方就在於，今天少出生一個孩子，你感覺不到；10年之後，你感覺到的是少了一批年輕人；20年之後，你面对的是少了一批劳动力；30年以後，你面对的可能就是養老金、醫療、財政跟整個社會結構的重新洗牌。所以真正的高手從來不是等問題爆發以後再去救火，而是趁火星子還沒變成火災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修屋頂。正所謂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越南現在開始調整人口政策，印度部分邦開始鼓勵多胎，並不意味着他們已經走到了人口懸崖邊上，恰恰相反，真正幸運的是，他們現在還來得及。因為真正可怕的从來不是少子化，而是等你終於意識到少子化的時候，已經沒有足夠的年輕人幫你解決少子化。我是白飯大人大趙，點讚關注，下期再見。